他是真正的黑市拳王，他也是无可争议的街头霸王。1.96米的身高，光头大胡子，一副经典的黑旋风李逵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就是凯文·福克森，然而大家更喜欢他另外一个名字金波·斯莱西。2016年2月19日，北美著名赛事 Bellator 149期 Kimbo 遭遇到自己的街头宿敌打架王达达5000达菲尔哈里斯。前2个回合双方打得精疲力尽，最终在第3回合1分32秒时， Kimbo 的连续几拳让对手实在无力再战。遗憾的是，1个月后 Kimbo 传来了药检失败被禁赛90天的消息。但更遗憾的是，就在90天禁赛即将期满，大家期待 Kimbo 再次回归时，3月6日 Kimbo 因为腹痛以及呼吸急促被送往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3天之后，也就是当地时间6月6日晚上7点30分 Kimbo 被医生宣布正式死亡，死因初步被诊断为充血性心脏衰竭和肝脏问题，享年42岁。那一天刚好也是他第2个小孙子满1周岁的日子。我是左叔，本期的格斗名人堂系列想跟大家聊聊这位早年因为一段街斗视频在网络上爆红的街头霸王 Kimbo Slice。 当然觉得本期视频不错，或者想看更多格斗选手，可以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点个收藏，最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个赞关注一下。1974年2月8日 Kimbo 出生在巴哈马的首都纳索。因为家庭原因，很小的时候 Kimbo 就跟随母亲和弟弟妹妹搬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居住。13岁那年 Kimbo 因为不忍朋友被欺负而仗义出手，那也是 Kimbo 人生中的第1次战斗，他也第1次发现自己惊人的打架天赋。之后 Kimbo 出色的运动才能也被迈阿密高中的橄榄球队注意到，不出意外的 Kimbo 成为了校队的明星中后卫。然而1992年那场安德鲁超级飓风席卷了整个佛罗里达州，18岁的 Kimbo 开始流落街头。或许是街头的野价磨砺出 Kimbo 强壮骇人的身体。很幸运的是，因为高中时期在校橄榄球队的不错表现，此后 Kimbo 收到了白求恩、库克曼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体育奖学金。令人意外的是，街头出身的 Kimbo 大学时期主修的却是刑事司法专业。用 Kimbo 自己的话来说，没有办法，总得有人学这个。但毕业后的 Kimbo 并没有在橄榄球这项运动中继续的发展，反而因为狂野随性的性格，成为了一名脱衣舞俱乐部的保安。后来又在高中校友麦克一博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家黄片网站的私人保镖。但很快 Kimbo 发现了一条来钱更快的野路子，参加地下格斗比赛。2003年 Kimbo 开始参加这种非法的格斗赛事，没有规则，赤手空拳，直到一个人倒下。对于从小混迹在街头的 Kimbo 来说，这样的方式再熟悉不过了。很快 Kimbo 就以狂野的打法混出了名头。同样是在那一年， Kimbo 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一场比赛中， Kimbo 以利斧般的摆拳将对手的右眼打爆。这段视频开始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原始的街头斗殴和裸拳重创对手的残忍与血腥，令 Kimbo 在网络上一夜爆红。随后 Kimbo 的视频陆续开始在一家成人网站上付费点播，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粉丝和可观的播放量。在 Kimbo 出现的8场街斗比赛中， Kimbo 一共拿下了其中的7场，唯一的一次失败就是输给了这位波士顿警察。2005年，不满于地下拳赛的 Kimbo 在阿维拉格斗兄弟的建议下，开始接受正规的格斗训练。2年后，也就是2007年的2月份， Kimbo 开始登上正规的格斗擂台。尽管这场比赛没有得到当地赛事部门的批准，但是 Kimbo 还是仅以1分12秒就以断头台的方式干掉了对手。Kimbo 的出色表现和超高人气带来的商业价值，也吸引了美国赛事 Elite XC 签约。5个月后正式踏入职业擂台的 Kimbo 又以19秒的超快 KO 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快纪录，大有一种出道即巅峰的感觉。2008年2月份，
他又在著名的啤酒大战面包中首局43秒 KO 了前 UFC 名将坦克阿伯特。同年的5月份，第3局 TKO 了英国名将詹姆斯汤普森，取得职业生涯3连胜。但这场比赛也让 Kimbo 受到了格斗界的恶评。原来在第3回合开局没多久， Kimbo 对汤普森的轰杀中重拳击破了汤普森的脚趾，导致大量的流血。然而当值的裁判却没能及时终止比赛，以至于汤普森的伤口又被 Kimbo 连续3次精准命中，造成了严重的受伤。为此 Kimbo 也遭到了 UFC 前冠军弗兰克·米尔的炮轰。 Kimbo 的每次比赛都是对综合格斗的侮辱。但很多人认为真正压垮 Elite XC 赛事的却是 Kimbo 在5个月后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原本是安排 Kimbo 对阵 WWE 明星凯恩·Shamrock， 但 Shamrock 赛前热身不慎弄伤了左眼，于是赛事方临时在3个候选方案中让赛事停地。结果这场比赛仅仅只进行了14秒， Kimbo 就遭到了 TKO 出局，现场观众一片哗然。但真正让观众哗然的却是此后赛斯的爆料。赛斯在接受电台的采访时表示，赛事方当时提供了一笔额外的钱给我，希望不要 KO 赛事方正力捧的未经验证的网络明星选手。尽管赛斯在几个小时后意识到不对，撤回了这一言论，并且声称是对赛事方的误解，但还是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赛事方也因此遭到了监管部门的调查。虽然最终监管部门没有得出赛事方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但几天之后 Elite XC 赛事突然宣布破产。随后 UFC 总裁白大拿宣布接盘 Kimbo， 但前提条件是安排 Kimbo 参加旗下的终极格斗电视真人秀节目。可惜出师不利，第一场就遇到了大肚佛罗伊·尼尔森， Kimbo 第2回合被 KO。此后 Kimbo 又正式登陆 UFC 正式战卡，在 UFC 113期比赛中被马特·米特里温 KO， 至此在 UFC 之旅以1胜2负收场。第2天 Kimbo 就被 UFC 宣布开除。原本大家以为 Kimbo 会就此转战其他综合格斗赛场，然而在休整了近1年之后的 Kimbo 突然宣布进入到职业拳击领域，并且一连打出了7连胜的战绩，其中6场 KO 对手。2005年 Kimbo 来到了 Bellator 赛事，在138期比赛中 Kimbo 与凯恩·香姆沙克再次相遇。这一次 Kimbo 充分地证明了自己，2分22秒就 KO 了对手。再后来 Kimbo 与达达大师的宿敌之战，奈何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事后大家才知道，由于心脏病去世的 Kimbo 其实早就需要心脏移植手术，只是为时已晚。如今距离 Kimbo 逝世已经4年了，关于 Kimbo 依然存在各种的讨论和争议，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这位曾经的街头霸王最终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街头。